很高兴您来到 Star 频道。现在订阅并分享频道会更有趣。回顾女星的美人鱼造型，林允好尴尬，赵丽颖惊艳，她美得让人窒息。美人鱼作为神秘而又美丽的一个物种，自创立起就成为了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。在影视剧中也有不少美人鱼的形象。那么，在众多的人鱼形象中，有哪个是最令你念念不忘的呢？一、赵丽颖2013年追鱼传奇。作为如今的实力派女星，赵丽颖的路线可谓是十分宽。无论是清纯明事理的晴格格，还是善良坚韧的花千骨，亦或是英姿飒爽的楚乔，都能够被她完美的诠释出来。出道多年，她的每一部作品都格外出圈。而《追鱼传奇》作为她10年前的一部作品，也见证了她的青涩时期。作为剧中的女主角，她饰演了鲤鱼精红菱。虽然是个法力低微的小妖精，但她却有着人类的七情六欲。在男主张真18岁的时候，红菱因一曲笛声，意外结识了这位少年。后来为了给龙王选取贺寿礼物，上岸偷取了一些红色物品。和张真正式相识，后来得知张真爱恋年少时的青梅牡丹，于是他化身成牡丹的样子和张真亲密相处。在被拆穿身份之后，张真并没有怪罪于红菱，反而教他读书写字。日久相处之下，两人产生了感情，但终究是人妖有别，加上红菱是一条需要跃龙门的小鲤鱼，所以在众人的拆散之下，两人被迫分开，而红菱也成功越过了龙门，成为了龙族。但她依旧无法抑制对张真的爱恋，最终甘愿舍去一身龙鳞，与其长相厮守。在出演这部剧的时候，赵丽颖已经凭借《陆贞传奇》成功大爆，所以《追鱼传奇》在首播当日，平均收视率便达到了1.25%，位列同时段首位。对于娇俏可爱的红菱，赵丽颖演出了她的天真无邪。由于是一条人鱼，所以她经常嘟着嘴来表现鱼儿的特点，但嘟嘴的动作丝毫不会让观众觉得反感，反而对观众来说，这个微妙的细节衬得红菱这个人物更加鲜活。作为初代的卖萌鼻祖，赵丽颖的娃娃脸也让她成为了网友心中的冻龄女神。2. 钟丽缇1994年人鱼传说。其实说起演艺圈中演过美人鱼的女演员，首当其冲的便是钟丽缇的人鱼传说。作为初代人鱼，她在观众心中的形象一直是美艳无比的，玲珑有致的身材也满是风情万种的诱惑。作为钟丽缇的成名作，这部影片距今已经30年了，但它依旧是奇幻爱情电影的鼻祖。那个年代的电影虽然没有精致无比的特效，但氛围感满满的画面依然被观众念念不忘。男主郑伊健在年轻时也是英俊潇洒的帅哥一枚，加上妩媚多姿的钟丽缇，两人的王炸组合也足以让这部影片突出重围。阿志作为一名教师，十分怕水，后来在他不小心溺水时，幸运地被鱼小梅所救，但人鱼体内的珍珠却不小心被阿志吞到了体内，所以小美一时无法回到水里。为了找回自己的珍珠，小美假扮成学生的模样，来到了阿志的身边。在得知小美的目的和身份之后，阿志虽然吓得不轻，但两人还是在日渐相处中产生了感情。拥有了珍珠之后的阿志也变得不再怕水，两人也会不时的在水里互相玩闹。看到这么开心的阿志，小美也不忍心拿走珍珠了。后来校长知道了小美的身份，将小美抓捕。爱妻心切的阿志带着朋友一同解救下了被困的小美，并将她放回了大海。虽然剧情有些俗套，但年少的爱恋不正是如此吗？单纯而又热烈。那年的钟丽缇正值24岁的大好年华，满脸的胶原蛋白，
满是稚嫩的少女气息。而善于游泳的她，在剧中的各种潜泳戏份都是由她本人亲自上阵的。那条炫目的橙色鱼尾，价值高达60万港币。钟丽缇明媚的笑容，搭上这个梦幻的鱼尾，满是清纯的美感。中越混血的她，不愧被称为人间绝色。3. 林允2016年美人鱼。在众多的美人鱼角色中，最有争议的应该是林允的人鱼了。不少人认为她没什么颜值，也没什么实力，就这样出演了星爷的美人鱼，属实有点令人不可思议。其实，她之所以能够出演星爷的美人鱼，是因为她是在12万人的海选中被层层选出的。不过，没什么经验的林允为何能够突出重围呢？林允表示，兴许是因为自己有些与众不同吧。当时海选的一个环节是他们需要穿着鱼尾巴走秀，但林允是这么多人中第一个滚出来的。或许她身上的这种随性比较符合星爷心中的美人鱼吧。相比较其他女演员，林允的起点算是非常高的了。出道就能参与星爷的电影，而且搭档的男主还是实力派演员邓超。在影片中，邓超饰演的刘轩，为了完成自己的工程，决定以填海来实现自己的目的。而林允饰演的人鱼珊珊，为了阻止刘轩破坏大海生态的行为，便伪装成懵懂的小女孩来到了他的身边。两人在相互打闹中产生了情愫。后来为了珊珊，放弃了填海这项任务，但珊珊却在人类的围攻中受了伤，最终满身伤痕的她消失在了大海之中。其实，这部电影的主旨是警醒人类要保护生态环境，不要为了一时之利而破坏海底生物的家园。不过，兴许是由于剧情过于枯燥，女主林允的风评较差，导致了电影的评分只有6.7分。但从整体来看，有笑点也有泪点，也算是一部较为中规中矩的电影。剧中的林允虽然是个初出茅庐的新人，但她的破碎感还是很让人动容的。相比较其他的人鱼，林允的这一版本应该是最朴素、最接地气的了。4. 麦迪娜2016年换乘。麦迪娜的美人鱼应该是众多版本中最有异域感的了。在2016年的换乘中，她饰演了人鱼族的公主兰尚，一头异域感十足的卷发，衬得她的公主身份格外高贵。身为血统纯正的人鱼公主，她的海妖之声能够操控任何生灵的意志，但奈何高高在上的公主也难逃恋爱脑的命运。虽然她对卡索一往情深，但奈何卡索心有所属。第一世的她死在了和卡索大婚的前一天，因为她在婚前被其弟弟鹰空士强行侮辱，所以她失去了成为人形的资格，只能永远保持人鱼形状。所以悲痛欲绝的兰尚亲手了结了自己的生命。为此，不少观众对马天宇饰演的鹰空士深恶痛绝。其实，麦迪娜在出演这部剧之前，还在《新还珠格格》中饰演了香妃一角。剧中的她身份同样是异域公主，民族服饰也将她的异族风情衬托得格外出众。在一众娇俏的格格中，眉目深邃的麦迪娜也丝毫不落下风。不过，相比较人鱼公主的造型，她的香妃有些略微逊色，因为换乘中的造型实在是过于绝美，一身蓝色的公主服也将她的颜值衬托得倾国倾城。精致的五官像极了橱窗里的洋娃娃，不愧是网友票选的最美人鱼。5. 徐怀钰2000年天地传说之虞美人。2000年的徐怀钰可谓是风头正盛，不仅是那个时间段的唱片销售女王，还是各大导演争相选用的影视剧女主。那首争相传唱的《我是女生》也成为了那个年代的流行曲目，而她那张徐怀钰的专辑更是成为了位居张惠妹之后的
第2位专辑破100万的歌手。星爷那部经典的《喜剧之王》，原定主演其实是徐怀钰，但奈何他的行程过于繁忙，所以最终由张柏芝出演了飘飘一角。直到2000年，他开始向平民天后转型，于是他与孙俪、郭晋安等人联合出演了神话剧《天地传说与美人》。在剧中，他饰演了一位古灵精怪的鲤鱼精小莲，生活在牡丹家里的池塘中。但生性活泼的他贪恋人世间的欢愉，所以他经常化身成牡丹孙俪的样子外出游玩。后来与牡丹的心上人张子柔、郭晋安意外结识，而原本与张子柔私定终身的牡丹，也在其父的强硬安排下嫁给了将军儿子。不愿听从父亲安排的牡丹，因悲伤过度，在新婚的骄子中香消玉殒。情急之下的小莲化身成了孙俪的样子，与张子柔离开了是非之的。而小莲活泼的本性也逐渐吸引了张子柔，两人也渐渐产生了情愫。在高贵典雅的牡丹面前，徐怀钰的小莲显得尤为活泼。孙俪作为科班演员，演技、神情、语态自然都是完美。徐怀钰虽然不是科班，但她在剧中的表现也相当不错。与孙俪同是鲤鱼精时，两人的美貌平分秋色。其实，针对不同的角色，每位演员的诠释也大有不同。无论是懵懂可爱的红伶，还是尊贵无比的人鱼公主，都能让观众感到眼前一亮。那么，哪位是你心中最美的人鱼呢？